今天呢，就是大家敲碗很久的一期美麗閃耀的珠寶分享，順便跟大家聊一下我們是怎麼找到自己的搭配風格。大家知道我們之前住在米蘭嘛，所以我覺得意大利其實對我們兩個的審美影響還是蠻大的，不管是從生活方式、穿搭、建築或是珠寶，其實都給我們很多靈感，所以我們一直通過拍影片的方式來分享給大家。先給大家看一下今天的 look， 今天我穿的是這條 Cecilie Bonson 的連衣裙，然後項鏈戴的是 Tubogas 這一條玫瑰金的。其實平時大家問的最多的就是這一條寶格麗的 B01 Rock 系列的項鏈，它的鏈子是这種粗鏈條的設計，就很有存在感。然後它圓環上呢是有鉚釘的設計，配合這個黑陶瓷的材質，我覺得整個就是非常時髦。所以呢，這條項鏈我覺得就是超級百搭，我一直戴嘛。這個鏈條呢，跟我現在戴的手鏈其實是一樣的設計，這個是放大版。而且我们這次在東京又買到了一條 B01 黃金帶鑽版本，然後它這一條是更長一點，我覺得非常的好看。而且它的鏈條也是這種粗粗的，很有存在感，就很適合疊戴，導致我現在跟頭髮天天搶着戴。我現在還有再戴一個寶格麗新出的 Tubogas 手鐲，它是金和金剛材質的，還有再搭配一個同樣材質的戒指。而且其實金和金剛也不是寶格麗第一次出了，其實是70年代開始就有的設計。之前在品牌當中有跟大家分享過80年代 Brindisi 還有 Alveare 系列，中古寶格麗的一些系列都有金和金剛材質組合，我覺得是很特別的。然後我覺得現在這樣搭配一手是很好看，因為我還有再疊戴一個 B01 的手鐲。歷史上寶格麗第一次用金剛材質放在高級珠寶上，有突破大家當時對於珠寶的想象，因為当时大家覺得珠寶就是要大克拉大寶石，但是寶格麗就是有做這樣非常前沿的嘗試，把金剛材質用在高級珠寶上面。它的 Tubogas 我覺得很有存在感，因為它的金是凸出來的一個鉚釘。之前在米蘭上班的時候，每天都會路過市中心那家中古珠寶店嘛，就我們也拍過很多次，大家應該知道是哪一家吧。然後每天看到櫥窗裡的中古寶格麗，我覺得有一些上班的動力。它櫥窗裡經常會有一些 Tubogas Monete 的大項鏈呀，還有 Spiga 的戒指，包括 Trombino 的戒指，我都有看到過，就真的有點像一個博物館一樣。就在前面停太久，然後就每天上班遲到。我們年初在羅馬的時候，其實還有專門去逛過寶格麗總店裡面那個博物館。如果大家看過那一集羅馬 vlog 的話，應該記得當時裡面有展出很多中古 Tubogas 的系列，其中呢也有金和金剛材質，我們剛好還有拍到。大家還記得的話可以扣個1。金和金剛這個材質組合真的算是寶格麗非常有記憶點的一個設計。我在米蘭已經生活了7年嘛，然後還是沒學會意大利語。然後我就發現意大利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，他們都很喜歡疊戴那種體量很大的珠寶。我今天戴的所有的戒指都是寶格麗 B01 的，這一顆是金還有金剛材質的，我覺得很特別，因為它的重量非常的輕，按壓會有這種彈簧的設計，這樣很解壓。戒指這個環其實是蠻粗的，然後我的項鏈呢戴了 Tubogas 的這一條張凌赫同款，大家應該也看出來，它也是金還有金剛材質的，在低調中帶了一點亮點，就跟我蠻像。戴上這個 choker 之後，時髦度又有一些提升，大家覺得有沒有？有的扣1一下，謝謝。所以說，趕快拉上你的另一半一起看這個影片，找他一起拼單。Tubogas 系列就是我個人超愛的系列，之前老觀眾應該聽過很多次了。它的靈感來源呢，就是煤氣輸送管道，都是這種非常緊密連接的金屬。所以在做品牌搭那一期 research 的時候，我就研究一下它的工藝。它就是先用一根金屬條，然後把貴金屬緊密的纏繞在一起，再抽出這根金屬條，所以就實現了這種非常緊密連接且無需焊接的神奇結構。需要的工藝真的非常的高超，戴久了還可以適應你的手型。Tubogas Advanti 的腕表上也有，所以這種 choker 你戴久也可以適應你的脖型。我会在調看哪一個長度比較像張凌赫，這個角度最像，我覺得。換了一套衣服，上衣就是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Real 的這一件小雞黃長袖，非常的喜歡。然後我下半身穿的一樣是 The Row 的這一條黑色牛仔褲。像這樣休閒的衣服疊戴這種 B01，我覺得就很有造型感。它的靈感來源其實是羅馬的建築，然後它是1999年的設計，我覺得即使放到現在也是非常的 timeless。真的，我覺得男生強烈推薦。我現在也是換上更日常的一個 look， 就是一個工裝褲配這種抹胸上衣。我也是像 Henry 這樣疊戴了2條 B01 的項鏈，我戴的是白金材質，這種酷酷的，跟我的腰帶還有一些呼應。而且我覺得因為它是這種一字肩的上衣，然後我戴了一個這個玫瑰金的 B01 的耳環，也非常 pop up， 就很亮。這個 B01 的手鐲看起來雖然是細細的，但它上面也有 Tubogas 的工藝。這只手的材質組合真是太妙了，一個3金組合的
金白金玫瑰金材質的 Tuborgaz 手鐲，这个呢是金和金刚材质，就是整个材质大混搭，就很有宝格丽的風格。我個人是不介意這種金銀混色，因為很多人覺得首飾是不是一定要順色帶才好看，但我覺得寶格麗就給了大家一個非常好的答案。我突然想到一個 fun fact， 它這個螺紋細節是有融合 Tuborgaz 的工藝。推薦給每個壓力很大的人，寶格麗捏捏。金和金剛材質組合的復出讓我覺得是很驚喜的。我很喜歡很多中古寶格麗的系列都有這個材質組合，所以我覺得這個系列就是既有對70、80年代設計的致敬，又很現代時髦。而且大家知道這幾年我們倆也有慢慢在積攢自己的寶格麗 collection， 我們到處逛。其實是大家跟我們一起沉浸式積攢寶格麗，它真的是走在很前面的設計，每一個年代我覺得都是非常跳脫框架，跳出當時的時代審美的。比如說40年代推出的 Serpenty 系列，是為了適應戰後女性的工作需求，就可以戴 Serpenty 的手錶，很靈活。50年代歐洲戰後經濟復甦，很多鉑金鑲滿鑽設計。寶格麗又大膽突破，運用各種財寶，我覺得就讓我想起意大利小鎮這種五彩斑斕。60年代呢，寶格麗推出了 Monet 的系列，它就是用古幣放在高級珠寶上面，我覺得也是很特別，而且一看就是寶格麗。70年代的時候就推出了金和金剛這個材質組合，運用在高級珠寶上面，也就是我們現在戴的這個材質組合。還有就是80年代也是我自己很喜歡的寶格麗一個時期，因為它推出了模塊化珠寶，比如說像我很愛的 Battente Alveare、Gancio、Doppio-Cuore 這一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設計。我覺得它從來沒有局限在時代的審美裡，而是一直在大膽突破，這一點是 respect。不管是品牌還是我們自己，其實都是想要堅持自己的審美，做出一些不一樣的突破和改變。所以我覺得總結來看，我們倆喜歡的珠寶搭配就是大體量的單品，然後瘋狂迭代，很有意大利的風格，以及呢不同的材質或者色彩組合在珠寶上，我覺得是我自己非常願意嘗試的。所以說通過今天的影片，希望對大家的珠寶選擇上有一些幫助。也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你喜歡的珠寶搭配，趕快拍張照放到留言區讓我看一下。那感謝大家觀看這一集影片，我們就下一期影片再見啦，拜拜。